朋友们，《心经》在开篇呢就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都是在生活中深入且坚定的践行和验证般若智慧的时候，才得以证悟到五蕴皆空的。那么这个五蕴到底是在指什么呢？我想只要稍微接触过一些佛学的人就都应该知道，佛家讲的五蕴具体就是色受想行识。当然它还有更深刻的意思，因为它其实是在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合起来就组成了我，并且由于组成我的这五蕴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空无自性的，所以我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我。如果你顿悟到了五蕴皆空，那就意味着你成功的把自己一直认同和执着的那个我给空掉了。所以五蕴皆空说的就是无我。如果你进入到了无我的境界，那么自然就离了一切相。但是大家注意，我们所要无的这个我呢，也被称之为假我，因为它并不是那个自性本来如如不动的真我。好，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为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我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悟透的地方。可是如果你不能把五蕴及我彻底的参透，那么无我对你来说就将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分别看看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到底都在说什么，它们到底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色蕴，有很多人呢会把五蕴中的色解释为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一切相，但是如果单说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那其实只是六尘中的色，并不是五蕴中的色。五蕴色和六尘色其实是不同的范畴。如果要说五蕴中的色，那就必须要先说说佛家讲的六根，也就是六根清净里的那个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所谓的六根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肉人的六个功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我们大脑的思维功能。当我们的肉人通过这六个功能，在和外部的三维世界发生交互的时候，于是与之相对应的就有了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舌头所尝到的，身体所感受到的，大脑所想到的。这就是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这所有的六尘和我们这个肉人的六根发生的一切的缘起所成的相的集合，就被统称为色蕴。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肉人通过六根的功能，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所有信息的集合，这就是色蕴。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我们通过六根收集而来的信息，到底是在哪里成的相呢？是在眼睛里吗？是在鼻子里吗？还是在耳朵、手还是脚呢？当然都不是。这些相其实全部都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相其实都是我们的念，也就是我们头脑里的思维活动。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更加进一步的把色蕴解释为所有通过六根功能与外界发生交互缘起时，所最终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名相的集合。你看，其实一切的因缘、虚妄、造作、苦恶，都是先从色的升起，也就是都是先从你的起心动念之处开始的，不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五蕴中的受。当我们对色蕴有了一个深刻的体悟之后，那受蕴也就不难体会了。所谓受指的就是我们的肉身对色所产生的领纳感受，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股在我们的身体之内流动的能量。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话，那五蕴中的受其实就是我们的躯体感受和精神感受。所谓的躯体感受呢，
会以疼痛、疾病等等形式呈现。而所谓的精神感受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情绪。关于情绪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如果我们现在再和五蕴结合起来，那就是我们的肉人在不断地通过六根的功能，和外部世界发生交互和缘起。而这些缘起，其实就是我们头脑里所产生的思维活动。而这些思维活动，紧接着就会瞬间转化为在我们体内的能量流动。这些流动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情绪。好，说完了受，我们再来看看想。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呢，只要身处在红尘之中，那么就时时刻刻都会在自己的头脑里升起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念头。不信你就自己审视一下，是不是如此？是不是你的大脑好像时刻都没有停止过，就连睡着了也都会做梦？但其实做梦从本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不同的思维活动呢，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能量，也就是不同的情绪感受。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同的念会产生出不同的与之相对应的情绪感受，那到底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红尘世界当中，但是却会每个人都在时刻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念、不同的受呢？到底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们这个肉人，在面对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和无常发生时的起心动念呢？没错，这就是五蕴中的想。注意，这个想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想，它并不是思考、思念、联想。五蕴中的想，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人从一出生开始，在家族遗传基因和外界环境、社会习惯等等的不断灌输和影响之下，所逐渐形成的，并且不断变化着的二元对立的自动化的头脑思维反应机制。这个自动化的头脑反应机制呢，就决定了你的肉身会在什么样的外境变化和无常发生之时，升起什么样的念，而不同的念就会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受。在念、受、想不断变化着的复杂作用之下，我们的这个肉人所产生的机械化的无意识行为，就是五蕴中的行。这样的无意识行为呢，在佛家就称之为造作之行或者造业之行。既然是造作，那就会不断地产生出因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肉人会受苦的真相。说到这里呢，你看这个不断地做着无意识行为的肉人，像不像是一个没有自性的提线木偶，或者说像是一个在机械化运作着的机器人呢？最后，由于每一个肉人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色受想行这一整套的头脑和行为反应模式，于是用来标明和区分这些肉人的名相就出现了，那就是五蕴中的识。我们如果不去使用那些晦涩难懂的佛家用语，而是用我们今天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那么识就是识别和区分各个肉人的标签。打一个不太恰当但是又很形象的比方，如果把我们这个肉人比作一台车的话，那么这个识大概就是这台车的具体的型号标识。你大概可以从这个型号标识当中呢，看出这台车的品牌、产地、动力、排气量，是手动还是自动，以及用什么燃料，用什么驾驶系统，是高配、低配等等。为什么我说可能这个比方虽然形象，但是它并不恰当呢？因为这个型号其实永远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定是暂时的、片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色，也就是我们头脑里的起心动念呢，是在随着外境的不同变化，而时刻不停的变化生灭的，所以受想行也都一定在时刻的变化着。那么代表和区分着在色受想行支配下造作的肉人的这个识，又怎么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呢？又或者我再换一个同样也是不太恰当的比方，
比如一个人去世了，如果他的亲朋好友为他举办一个葬礼，那么大概在他葬礼上的悼词，就是他这个肉人的食。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说这个比方也不太恰当呢？既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这场体验，那按说他的这个食应该就不会再发生改变了，应该就是确定的了，不是吗？可问题就是，任何对他的概括和总结，其实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准确。不管是怎样的描述、定义、总结和标签，那也都只能是代表了某个片刻和某一部分的他，不是吗？好，我相信你听完了以上的内容，现在一定对这个五蕴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体悟。其实色受想行识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复杂无常、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反应系统。我也会把它称之为业力反应系统。佛陀特意用了这个蕴字，也就是不稳定的集合，就是为了提醒我们，你一直以来所执着的那个我，其实从来都不曾以一个固定不变的恒常稳定的个体的形式存在过。具体来说，这个我其实是由随缘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各种名相，也就是我们头脑中不断产生出的思维活动，以及这些思维活动所引发的身体和情绪、感受和行为，还有无数的反应机制，以及无数针对你这个肉人的评判标签。这以上5个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不确定的集合体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反应系统。所以这个五蕴所组成的我，当然就是无常变化、没有自性的，当然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会说，你不知道你，所以你还是你，你知道你了，你就不再是你了。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当你看破了你一直所执着认同的那个假我，也就是五蕴所组成的这个我，并不是真正的我的时候，你就算真正的破了我执，进入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自然就能明白，上一刻的你和此刻的你，此刻的你和下一刻的你，其实都不再是同一个你了。没错，这个五蕴我永远都在流变转化生灭，从来都没有确定的存在过。所以五蕴空即是我空，即是无我。而真正确定不变不生不灭的，是和它相对的那如如不动的自性本来，它才是那个真正的我。而当你认同了时刻都在复杂而又不稳定的业力反应系统之下造作的肉人就是你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肉人在三维世界里所承担的业力因果，所走出的轨迹，就会是你最终的命运。我把它称之为宿命。佛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把支配着肉人造业的这个五蕴给空掉，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无法实现觉悟，永远也无法渡到那个彼岸去。只要这个假我在，那么真正的主人就无法归位，我们就会永远生活在苦厄之中。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